位大家好，请问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如果有听到我的声音，麻烦在留言室中帮我留言一下。那我们的课程很快就要开始了。各位后力的贵宾，大家早上好，很感谢各位参加后力所举办的线上技术研讨会。今天的课程是 AIO 产品说明会。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今天的讲师杜正军。首先呢，我先针对今天的活动，先跟大家做说明。记研会后，只要有填写问卷，那就会获得我们的小礼物一份。那在这边可能要麻烦大家注意的一点是，必须问卷的资料要跟当初你报名的资料的是一致的。那我们也会从各位参与的贵宾中抽中杯拿铁送给各位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在活动过程中，我们会有奖征答。那一样也会准备小礼物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很仔细听我的上课内容。那最后，如果在记研会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在聊天室中留言，那会有我们的技术人员为大家回复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课程的部分。在介绍 AIO 之前呢，我想先跟各位先介绍一下我们太印的通讯产品。太印的通讯产品线是以 Modbus RTU 的通讯界面为主，那包含有步进驱动器、脉波产生器以及无刷系列产品。那我们除了有 Modbus RTU 的通讯产品线以外呢，我们还有 EtherCAT 的通讯产品。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有通讯产品的需求，都可以洽我们各营业所询问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主题的部分 AIO。 那 AIO 的话，我们有做两种 type， 一种是 AIO， 那它是由 IO 去做控制，另外一种是 AIOM， 那它是以通讯做控制。那这款马达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定位型调速马达。那接下来我会针对这款马达做3个部分的介绍。第一个是产品的特色，第二个是业界应用，第3个是实际操作的部分。那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款定位型调速马达，它的特色有：第一 ，All-in-One， 可调速、可定位、定转距、低温升、省成本、小体积、大扭力。那我会针对这些特色，接下来会做细部的说明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All-in-One。我们 AIO 马达的话呢，它有做2个 type， 那一个是 IO 型，一个是通讯型。那你们可以从这张图片中可以看到，它是由马达跟控制器合二为一的产品，所以我们称之为 All-in-One。那 IO 型跟通讯型它们之间外观上面的差异，我们可以从控制器上面可以看得出来。IO 型的部分，它不管是调速还是定位的部分，都是由控制器后面的旋钮去做设定。那通讯型的部分，你可以在控制器的部分，然后可以看到有 Type-C 的插口。那这是这2者之间外观上面的差异。那第2个特色，可调速。AIO 马达它可以调速的范围是5到400 RPM。那可以做2段速度的切换，再来加减速调整的范围是 0.5 到9秒。那 AIOM 它的调速范围是1到400 RPM， 那加减速调整的范围是 0.3 到15秒。那接下来我会针对这2种 type 它们调速的设定方法做介绍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到 IO 型的转速设定的方式。那它是由控制器的 S1 跟 S2 去做设定。那 S1 是做速度的设定，那 S2
是做加减数时间的设定。那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，就是我们可以做两段速度的切换，也就是内部跟外部的部分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用外部做调数的话，你们可以透过 I/O 端子的第8、第9、第10接角，去外接一个20K 欧姆的可变电阻，可以做外部的调数。那再由第5接角跟第10接角去做导通与不导通，去做两段速度的切换。那这是 I/O 型它转速设定的方式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就是通讯型的部分。那通讯型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由控制器端的 CN1 或者是 CN2， 透过 RS485 的连接线跟电脑去做连接设定。那我们如果要做速度的设定的话，我们可以由暂存区位置 0x02 去做加速时间的设定， 0x03 去做减速时间的设定，那再由 0x04 去做速度的设定，再由 0x01 去做启动停止的设定。那这是通讯型的转速设定方式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就是第3个特色，可定位。那这款 AIO 马达可以做到类似步进马达做角度的定位。那我一样分为 I/O 型跟通讯型的部分做介绍。那 I/O 型的部分是由控制器后端的 S3 跟 S4 去做设定。那 I/O 型它的定位角度最小可以是 0.9 度，那最大的设定角度是3600度。你们就拿3600度去除以360度，所以大概就是10圈，它的定位距离最长就是10圈。那 S3 的部分它是角度的设定， S4 是倍数的设定。那我打个比方来说，如果当我今天要设定的角度是360度，那我方法可以有很多种。那我就举第一个方法， S3 可以旋转到4，那旋转到4的部分的话是36度。那 S4 的部分我可以旋转到0，那也就是10倍的意思。也就是说36乘以10，那它得出来的答案是360度。那第二个设定的方法就是您将 S3 旋转到9，它就是360度。那再将 S4 的旋钮调整到1，那360乘以1，那它得出来的答案也是360度。那所以可以由S3 跟 S4 的变化去切您所需要的定位角度。那这个是 I/O 的部分。那再来通讯的部分的话，通讯的可以调整的角度是最小是 0.1 度，那最大是65534度。那用65534度去除以360度，那它得出来的圈数是182圈左右，所以它的定位的距离就会比 I/O 型来得大。那从暂存区位置来看的话，设定角度的暂存区位置是 0x06 跟 0x07。那 0x06 它的单位是 0.1 度，那 0x07 那它的每单位就是1度，所以可以针对您需要的设定的角度去做设定。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，就是我们过程中会有奖征答。那我等一下会将题目就是显示在 PPT 中，那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可以打在聊天室中。那聊天室中可以前10名会获得我们的小礼物，但是答案要正确哦。那会后的部分的话，就是麻烦你们要写一下你们自己 YouTube 的名称，那我们才会找到你。那题目是 I/O 型的 AIO 若设定每次移动的距离为675度时，请问 S3 跟 S4 各分别设定的值是多少？那麻烦知道答案的人可以在我们聊天室中留言，我们会有小礼物赠送。
那我就再接下去讲课程的部分。那第4个特性是定转距的特性。那我们知道 AC 调速马达它的有一个特性是低速低扭力，所以基本上它是在低速的时候扭力会比较小，那在中高速的时候扭力才会比较大。那所以我们从右边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，AC 调速马达在9 RPM 的时候，它的扭力只有 0.32 牛顿米。那它在120 RPM 的情况之下，那它的扭力才会达到最高 0.45 牛顿米。那在速度越快，那基本上它的扭力又渐渐开始下降，所以在150 RPM 的情况之下，它的扭力会下降到 0.33 牛顿米。那 AIO 马达就会跟AC 调速马达的特性曲线图会不一样。那它不管是调在5转还是调在200转，那它的扭力都会是呈现 0.45 牛顿米。所以这个它就是一样是调速马达，但是它们两者的特性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第5个特色是小体积大扭力。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，AIO 马达不管是安装面还是长度，都远远小于 AC 6瓦加10比的调速马达，但是它们扭力是同样的，可以呈现 0.45 牛顿米。那第6个特色是低温升。AC 调速马达它的温升大约会是在70到80度间左右。那 AIOM 它的马达连续运转温度大约是在50度C。那步进马达它的温升是最高的，那它是100度C。所以从这3种马达的温升去做比较的话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，AIO 它的马达的温升是最低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特色，省成本跟省空间。那诚如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，它是 All in One， 那它是马达加控制器合二为一的一颗马达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单一备料，我们不需要马达备一种料，驱动器备一种料。那再来，我们刚才也说了，它是马达加控制器合二为一，所以在控制箱的部分完全不会占到空间。那所以它可以达到省成本跟省空间的特色。那介绍完特色之后呢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AIO 马达它的规格。AIO 我们总共做了2种安装面，4种规格。那 AIO 3S 的部分，它的扭力相当于 AC 4伏马达50瓦的力量。那 AIO 5S 的部分相当于4伏马达100瓦的扭力。那 AIO 10S 的部分呢，它是相当于4伏马达200瓦的扭力。那 AIO 15S 是相当于4伏400瓦的扭力。那如果各位对于这一款马达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洽我们各营业所索取型录。那可能会有人想说，像这样子的一颗小小的马达，那它可以使用在什么地方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业界应用的部分。那首先我分为就是2种模式的业界应用跟大家去做介绍。那第一种是我们先设定在定位模式的情况。那定位模式的意思就是它会是固定距离的移载，所以它其实很适合用在定量给料机上面。那定量给料机，譬如说连接一个螺杆，那我每一次输出的量要固定。那譬如说我就是设定我每一次移动的距离就是360度。那所以我每次启动马达，那它就是旋转马达就是转1圈。那基本上它每一次提供的料就会是固定的。那另外一种就是开关闸门的部分，因为我们的门它的形成会是固定的，
那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，譬如说它就是会正转90度，跟逆转开门的时候就是正转90度，那关门的时候就是逆转90度，所以基本上也很适合使用 AIO 这款马达。那再来的话就是速度模式的情况之下，那如果速度模式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很适合用在各式的输送带上面，例如说食品的输送、电子的输送、纸类的输送、包装的输送。那它的应用，它的原理是，我只要启动马达，马达就会开始一直连续运转到我给它下停止信号为止。所以各式的输送带都很适合使用 AIO 马达。那我们介绍完了产品特色跟我们的业界应用之后，那我们就针对实机操作的部分来做说明。那我们会针对IO 型以及通讯型去做说明。那 IO 型的部分，我们会使用速度模式跟定位模式去做实际示范。那通讯型一样也会使用速度模式以及定位模式去做讲解示范。那首先我们先看到就是 IO 型的部分。那 IO 型我使用的是速度模式。那我们模拟马达直节皮带轮，那透过 S1 去做速度的调整，那利用一个开关去控制马达的启动跟停止。那接线图的部分是在马达的 IO 端子的第一接角跟第二接角接24伏，然后再由第三接角跟第10接角中间，我们去做一个开关，那再由 S1 去调整速度，然后我们这个设定是完成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技术人员这边的实际操作示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展示机的部分。那目前的这个展示机就是以 AIO 的 IO 模式，用 run 这个接点来做启动跟停止，启动停止。那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旋钮 S1 来做速度的变化。那它这个就是从5到400 RPM 的变化。那你如果说要做2段速的控制的话，就是从外部这边做2段速的变化。这就是以上模拟刚刚所提到的送板机的速度的控制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是一样是 AIO 马达 IO 的控制的部分。那我们是使用定位模式。那我们的动作模拟是马达直节螺杆，那再透过 S3 跟 S4 的旋钮去做角度的控制。那角度我们的范围，我们可以调整的范围是0.9度到3600度。那再利用开关去做启动跟停止。那我们也可以由第4角跟第10接角导通去做正转反转，因为我们的给料机下来之后，我们还要上去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有正转反转的动作。那接线的部分的话，是由控制器的第1接角 IO pin 的第1接角跟第2接角去接电源供应器的24伏，然后开关的部分是接第3角跟第10角。那再由速度模式，我们必须要切换成定位模式。那切换模式的角位是第6接角，那所以我们就是第6接角跟第10接角要导通，那再透过 S3 就是跟 S4 去做角度的设定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人员这边的实际操作。那接下来就是要把模式切到定位模式。那在定位模式底下，我们就是做一个触发，它就会进行 S3 跟 S4 的
动作。好，那现在目前 S3 跟 S4 的设定是9跟3，就是360度乘以3，所以它是会转3圈的动作。那你如果设2的话，就是转2圈。对，那就是可以模拟你定料要给的角度去做这个定料的输送。那以上是展示的部分。那再来，我们用通讯控制 AIOM 这款马达，我们去做实际的操作。那我们使用的是速度模式。那速度模式的部分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接线说明。那接线说明的话，一样，我们是在控制器的 I/O 端子的部分，那去接24伏的电。那是在那个 I/O 端子的第一接角跟第二接角，然后再连接 RS485 的 D 正接 CN1 的 A6 D 正 ，RS485 的 D 负接 CN1 的 A7 D 负，再透过人机去设定动作的参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人机的部分，因为我们使用是速度模式。所以我们在 mode 的部分，我们要必须把它设定为1。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，我们在这边0x00的部分，我们就是要先把它改成速度模式，然后再来我们是设定加速时间。那加速时间的暂存区位置是0x02，那我们就是把它设定为100。那因为我们这边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，因为我们的单位数是0.01秒，所以我虽然设的是100，但是100要乘以0.01，所以它出来的加速时间其实是1秒。那再来我们设定的是0x04，那0x04的部分是转速，那它的单位就直接是 RPM， 所以我们设定的是10 RPM。那再来我们就是方向，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方向。那方向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设为0。那0这边的话显示的是正转。那再来0x01的部分，0x01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1，1就是会让它运转。那这时候的话呢，马达会以10 RPM 正转，然后加速时间1秒去做连续的运转。那我们如果是把0x01设为0的话，那它会慢慢的减速，就是1秒的时间它才会停止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技术人员这边实际的操作。好，那目前这边的接线就是人机直接透过 RS485 的接头接到我的 AIOM 的马达上面。那我们现在先来做速度模式的控制，那就是以刚刚提到的范例10 RPM， 然后加减速1秒的时间来做这个模拟。那相对应的暂存器就是速度是0x04，然后加减速是0x02，然后启动是0x01，然后方向是0x05。好，这个就是在人机上面已经设定好的一个程式。那目前就是启动的时候，它就是马达会做10 RPM 的运转。那给它0的话，它就会停止。好，以上的话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速度模式的介绍。那一样，我们是透过 AIOM 通讯控制的这款马达去做定位模式的实际操作。那一样，我们就是 I/O 端子的部分，第一接角跟第二接角，我们就是给它24伏。那 RS485 的 D 正接 CN1 的 A6 D 正，那 RS485 的 D 负接 CN1 A7 的 D 负。那再透过人机去设定我们需求的动作参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我们使用的是定位模式，所以第一个 mode 的部分，我们的模式要设为0。
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到，就是我们在0x00的部分，我们要设定在0的位置，就是定位模式。那加速时间就是 A1 的部分，那0x02我们一样，我们设定为是100。那100的话，因为单位数刚才有解释过，它是0.01度，那所以出来的秒数就会是1转。那0x03减速的时间我们也设100，那所以一样，它的减速的话也是1秒后停止。那再来转速的部分是0x04，那0x04的话，我们就是设定为10，那所以它的转速就是10 RPM。那再来方向的部分0x05，我们设为0，那它就是正转。那再来我们角度的部分，因为我们是整数的角度设360度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0x07角度整度的部分，我们去设360度。那再来就是 run 0x01，我们先设为0，停止，然后在0x01再设定为1去做启动。那这时候的话，马达会以10 RPM 的，然后正转的方向，那加减速均为1秒，去旋转360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操作的部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切换到定位模式。那定位模式就是 0x00 要设为0，那目标速度就是刚刚提到的10 RPM。好，旋转角度 0x07 360度。0.1度先不用设。那加减速时间是1秒。好，这个就是0x02的 A1 跟0x03的 D1。那我们去启动的话，就是从0x01的部分做运转。那马达就是会旋转360度的角度。那你如果再重新给它0跟1的变化，它会再做360度的变化。好，那你如果就是改变它的速度跟角度的话，就是设定完成之后再重新启动就可以。以上是角度定位模式的介绍。那针对实际操作的部分，我们已经示范完成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。